若不是恩师执意如此，我绝不同意让一个女子同行。怎么不认得我啦？展，就叫我名字吧，我叫做展云。夜闯开封府，该当何罪？耶，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？我看你官儿不大，架子倒是不小嘛。既然这样，本姑娘就非闯不可。大胆！我倒要看看你们打算怎么拿我。为何在开封府衙闹事？哦，你们两个就是张龙赵虎吧？啊，你认得我们？我虽然不认识你们，却知道你们。开封府的人，本姑娘我知道的可多着呢。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叫做展云，展昭是我的堂哥。大人，这位是我的堂妹展云。展云见过包大人。展姑娘免礼。谢包大人。这位是……哦，公孙先生是吧？在下正是公孙策。听我大哥说，公孙先生学问渊博，智慧过人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而且心思缜密，行事谨慎，又博古通今。我还以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东烘老先生，没有想到公孙先生没有那么老嘛。展云，注意礼数。不打紧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舍妹年纪轻，从小娇宠惯了，失礼之处，还请你们见谅。展护卫无需介怀。展姑娘聪明乖巧，个性率直，本府倒觉得不失赤子之心。大人，千万不能太顺着她呀，否则……大哥，包大人都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对，你干嘛还要怪我？展护卫，本府还有话与展姑娘说说。展姑娘来此是为了探望展护卫，还是看看京城？啊，包大人，两者都不是。展云是想和我大哥一样，帮着包大人斩奸除恶，打击罪犯。展姑娘，官府之事并非人人皆可参与，不过你有如此心愿，也算是难能可贵。至于是否得宜，就慢慢演绎。张龙赵虎，属下爱。在府中寻一间干净厢房，让展姑娘暂住。是。展姑娘，请。真的？包大人准我和你们一起去登州？
不错，展姑娘可以通融。多谢包大人。大哥，现在你没有话可以说了吧？大人，展云只是一时贪玩，大人不必理会。展姑，本府相信，展姑娘不会为本府增添麻烦。当然，我会保护自己，也不会给大人添麻烦。而且啊，大人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还会帮忙呢。想必展姑娘的武功也不差。她的武功只是一般，属下担心她太过调皮，又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大哥，我们说好的，如果包大人同意的话，你也不可以阻拦。展云，展护，此番登州之行，或许真有用得上展姑娘的地方。如果你确信她的武功可以帮得上忙，就让她去。回大人，展云的武功在江湖上也可说是少有对手。如果大人认为他真能帮上忙，属下也无异议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包大人。大人，我们是不是明天就启程去登州啊？正是，明日一早就启程前往登州。好，谢谢啊！好嘞，好瞧好。老管家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登州啊？明天就能到了吧？离开京城已半月有余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少爷，我真搞不懂，你是到登州去接任通判的，为什么不让登州衙门的人来接你呢？还没上任就摆出官架来，这岂不是惹人非议？少爷，雨竹说的没错，这知州和通判是平起平坐的，让他们来接一接，那也是应该的嘛。通判是替皇上监督地方州官财经赋税的，若不能正己，如何能正人？这话是不错，可是这地方毕竟不比京城，有些事情就是太不一样。少爷，如果太执着了，会吃亏的。唐福，好，我不说，免得又说我倚老卖老。我知道，你一直跟着我爹，见过不少的世面。可是，我有我一定的原则，不能换了个地方就换了个样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哎，老爷当年不就是这个脾气吗？客官，还有些什么？我想打听一下，是哪路官员路过？哦，听过路的客人说是包大人。哪位包大人？哎，
是开封府府尹包青天包大人呐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包大人。谢谢老板。哎，不客气。原来是包青天包大人。老爷生前和包大人私交很好，他们曾经是御史台的同僚啊。我知道，当年我进士及第之时，包大人正是我的阅卷恩师。既然在此地遇上，理当前去拜见。哎，门生拜见恩师。果真是你，快快请起。谢恩师。你怎会在此地出现？门生是奉派前往登州任通判之职。哦，可是皇上钦派，正是。通判之职多为皇上亲信，足见皇上对你恩宠有加，你要尽心尽力才是啊。门生定当全力以赴。你可有随护同行？包大人，少爷不肯带人，只有唐福和书童雨竹随行服侍。这却又为何？门生以为，既是奉旨派任，就不宜太过招摇。守分克己，又不恃宠而骄。有子如此，你爹也足以告位于九泉之下了。先父与恩师曾经在御史台任职，同以清廉自守著称于世。门生一直将二位的言行视为典范，从来不敢稍有怠忽。不过远赴外地，又肩负监察之责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本府派几名军士随你一同前去吧。恩师厚爱，门生心领。但明日就可达登州了，安全应该无虑。再者，门生想借此机会，沿途微服私访，若有军士随行，反恐不便。唐大人顾虑的是，不过，大人，唐大人的安全也颇为重要，不如让展姑娘陪同前往吧。包大人，好啊，我陪他去，我可以负责他的安全。展云，唐大人的安全由我负责，不用你去。你去的话，那包大人的安全谁负责啊？展护卫，本府对展姑娘颇有信心，就让她去吧。是。恩师，这样是否不太妥当？并无不妥，本府确信她能够保护你。但是会不会误了恩师的行程呢？大人视察海防之后，就会前往登州，误不了行程的。唐真，你要再做拒绝，就显得矫情喽。门生不敢。只不过，怎么不欢迎我啊？不，只是姑娘是名女子。切，一名女子又怎么样？就比你们男人低半个头啊？只不过我怕同行会有所不便。有什么好不便的？哦，你是怕别人说闲话吧？不然这样子，我保证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包大人，你放心，他的安全我负责。展云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呢。不过展姑娘，不要忘了此行的目的。公孙先生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
你我就在登州城会合。是。真搞不懂，包大人干嘛非要找个女人来保护少爷？哎呀，有人总比没人好，否则万一出了什么状况，你出头来保护少爷，那也没什么。老管家，有什么状况我可以连你一起保护。哼，就凭你，我老人家还是自己靠自己牢靠得多。若不是恩师执意如此，我绝不同意让一个女子同行。怎么不认得我啦？展，叫我名字吧，我叫做展云。展云，展，你这样好帅气，一点都不像一个姑娘。去，别胡说，一会儿要称展公子。喂，啊，你们是打算在这儿继续聊天，还是要上路啊？快走吧。走。少爷，什么事啊？实在没有必要劳烦他的，可是包大人的盛情难却。哎呀，少爷，有人陪总是好的嘛。听那位公孙先生说，这位展公子，对，展姑娘，她的武功高的简直不得了啊！这一路到登州，就可以安心了。有什么好担心？很快就进入登州境内，会有什么事？很难说啊，有人陪着总是让人安心点。不过也亏他真的想得到，竟然乔装成男人的样子。展公子，你怎么不走了？请你们家少爷下轿吧。你要休息啊？我不是要休息，是我们有客人来了。展云，我来就好。上！留下买路钱。谁也不许走！你们走了，谁来抬轿子啊？哼！我还以为是哪儿来的江洋大盗呢。
看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像是来打劫的吗？大伙儿上！你们不上，我上了。大侠饶命啊！我们不是贼，我们是农民。不是贼呀！既然是农民，为什么会拦路打劫？官府把我们的粮食都收走了，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快饿死了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。粮税征收有一定的数额，如今又没有灾荒，怎么会不够粮食呢？官府说朝廷要抵抗外敌，所以要增加征收粮食。这种事，请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！你们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干拦路打劫的勾当。是，谢谢。慢着！大侠饶命！算了。拿去买粮食吧。谢谢。走。好端端的淳朴农民，竟然会逼得落草为寇。这可是登州境内，就看看你这位新上任的登州通判要怎么做了。唐大人一路辛苦。哪里，本官初到登州，还请程大人多加照顾。哎，不敢，请坐。好。通判乃是皇上钦派，与知州同掌一州之政，又有监督的权利，要不怎么说是监州官呢？说起来，以后本州还要仰仗唐大人多多提拔才是。嘿，好说。唐大人，听说您还有一位亲眷同行。只是本官的挚友，而并非官眷，所以不便前来拜见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怎么会呢？既然是唐大人的深交挚友，本州请还请不来呢。对了，不知唐大人对官邸可否满意呀？多谢程大人安排，不过稍嫌奢华，不知可不可以换个住所？不可。这是登州州衙所配备的官舍，历届通判大人均住于此。如果唐大人不住，岂不显得登州对官邸的安排有欠妥当？大人可是……少爷，既然是州衙官舍，又是程大人的好意，少爷就勉为其难吧。同福。老管家说的对，唐大人就不必推辞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好极了！唐大人走马上任，本州今晚要为唐大人设宴接风，还请唐大人务必赏光哦。送往迎来徒增花费，就请免了吧。礼数不可废，免不得。再说州中官员和地方父老总要见一面的，趁此机会一同见了吧。少爷，程大人说的没错，少爷刚刚上任，应该见见大家。也好，我赴宴就是。对了，唐大人，您那位挚友也一并请来吧。这合适吗？合适，当然合适。公于聚宴，不拘形式，彼此拉近一点距离，总不能您刚一到任就把他给冷落了，而说出去，恐怕本官也要落得个礼数不周的罪名。那好吧，我邀他同去便是。请我吃饭？正是。少爷，
他为什么要请展公子吃饭呢？这就是官场文化，反正吃吃喝喝又不要他们自己掏银子，花的全是公帑。公堂？你说花的是朝廷的钱？不错，不过朝廷的钱是从老百姓的赋税里来的，所以花的是老百姓的钱。所以说，今天打劫我们的那些农民种的粮食交给了官府，然后变成所谓的公堂，最后再拿来请我们吃饭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唐大人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肚子里装的就会是那些农民的血汗了。我们还是不去吧。不，现在是不吃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排斥你。你这个通判还要不要干下去？你怎么知道谁是好官谁是坏官？你又怎么知道登州衙门是不是剥削了农民？你还怎么替朝廷百姓办事？这对极了，想不到展公子这么明白事理。少爷，其实这就是我劝你住在这里和答应赴宴的原因。我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我可要仔细的去看看。这里也蛮热闹。哇，官府邀客也不必如此奢侈啊！请你这位新上任的通判吃饭，不排场点儿，怎么能够显出他们的诚意呢？可是，这也太过了。不是说了吗？吃的是民脂民膏，他们有什么好心疼的？唐大人到了。程大人，快，里边请。这位是程大人你好，我叫做展云，谢谢你也请我来吃饭。欢迎，请。不客气，程大人先请吧。好。既然来了就先进去，不喜欢再说嘛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们登州新到任的通判官唐真唐大人。唐大人，唐大人，那么就由本州为您一一介绍。有劳了。这一桌呢，都是登州当地的父老乡绅。是啊，唐大人，这位乡亲多多照顾。好说，唐大人。新通判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一桌呢，都是州衙的各级官员。唐大人啊！诸位同僚免礼，日后还请多予支持。好说。唐大人，来，请。至于这桌嘛，都是些告老还乡或者退休归隐的朝中前辈官员。唐真见过诸位大人。唐季之子也不过如此。大人可认得先父？徐大人，难道你忘了本州对你的交代吗？这位是？唐大人，
这位徐谦徐大人原是一名七品右司谏，虽已告老还乡，可还是改不了谏官的臭脾气。不要理他。哎，唐大人，这边请。这位一定要特别介绍，四海钱庄李坤李庄主。四海钱庄共有108个分庄，遍布全国各地呀。就连这座迎宾楼也是李坤李庄主。虽然他富可敌国，却也并不是无所不能啊。那展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李庄主竟然又瞎又聋又哑。你说我又聋又哑？原来李庄主听得见、看得见，也能够说话呀！哎呀，真是失礼失礼。不过，李庄主看见了登州新任的通判，皇上钦派的朝廷命官，也能够不理不睬，也不开口说一句话，难怪在下误会了。李坤见过唐大人。李庄主客气。大家坐啊，坐。唐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请。诸位，今日我们为唐大人接风洗尘，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。干杯！下官谅遣。没关系，唐大人浅酌即可。来，干！干！今日难得聚会，欢乐气氛绝对不能少。李庄主，您说是吗？那是当然了。唐大人，这位姑娘是专门来陪您的。唐大人，来，大人，我来扶你。程大人，唐大人，这里究竟是酒楼还是妓院？唐大人难道对他不满意？来，快给唐大人再换一个，一直换到唐大人满意为止。是。程大人，本官舟车劳顿，疲惫不堪，先行告退。唐大人。还是年轻面嫩呐！哎呀，唐大人不解风情，老夫可是怜香惜玉呀！过来！快去！哎呀，小雪呀，哎，少爷，你们回来了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少爷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多划不来啊！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刚到任，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肆无忌惮、荒淫无度，贻笑看大呀！平常的日子里，岂不是更加的无法无天？依
我看，这个四海钱庄的李坤肯定和程元有所勾结，程元也一定从他的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。我正要痛快地骂他们一顿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哎呀，我的少爷，你的脾气怎么跟老爷一个样啊？哼！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要真的开骂了，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你啊？我若是怕了，那还算什么朝廷命官、登州通判呢？好好好，就算你不怕，啊，现在这些人敌友还分不清楚，一下子全崩了，谁来监督成员？全登州谁又肯帮你啊？不忍着点怎么行啊？这两天真是感触良多。初到登州，遇到那些被饥饿所逼、沦为盗贼的农民百姓，如今再看到这些奢靡无度的官商勾结，同在登州，却是两种极端景象啊！嘿嘿，哎，你这个通判不是皇上派来的吗？你就去向皇上告状啊！那个程元呐，他就会倒大霉了。向皇上禀奏要有凭有据，我哪来的凭据啊？是啊，少爷，所以要多忍着点儿，拿到证据之后再说嘛。哎，这个前任通判来登州总够久了吧？听说也只有3个月。3个月也够抓证据了。程元还有李坤官商勾结的可能太大了，而且他们又做得这么露骨，不可能抓不到。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向皇上禀报呢？也许他抓不到证据呢。也可能是他根本就被收买了。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被皇上换掉了？他不是换掉的，他是病死的。是吗？嗯。你在登州的财政赋税账册上面都没有看出问题？没有，无论征收、上缴、留用，都是依照朝廷的规制办理的，既没有议征，也没有漏缴漏报。那么粮食呢？粮食征收也都合乎规范，无论是农户稽征或是粮商摊派，账目清楚，库存相符，而且3年来都没有增收多派的情况。这么说来，登州的账目倒是做得很完整齐全。不但完整齐全，甚至可以说是巨细靡遗，分毫不差。恐怕全国境内的地方官府没有一处比得上。那州衙里的大小官员又是怎么说的呢？在他们口中的登州，简直就是我大宋朝廷衣食五路528处的抚州郡县之中的典范楷模，几乎是毫无瑕疵。这就奇怪了。对呀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些农民为什么还会拦路抢劫，变成强盗呢？想必当中必有内情，绝对不是表面上所见的那么简单。但是，要想从州衙内知道实情，现在看来恐怕是绝无可能。依我看，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，应该可以听出真话，挖出实情。对，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。我也正打算分别去拜访他们，从他们的身上去着手了解。如果你真的打算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打听的话，就要赶快去找他们呢。那个程元一定是早有防备，他似乎有意不让我去见他们。他不让你见，难道你就不去见？我只是不知该上何处去找啊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负责找到他们。少爷，有个叫徐谦的老头求见，他说昨天晚上和你见过一面。少爷要不要见他？来得正好，快请他到厅中说话。好。
少爷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那些退休官员中的一位。无缘无故，他不会找上门来，恐怕要挖出实情，就在他身上了。且听听他究竟怎么说。徐老先生大驾光临，唐真有事远迎，请老先生恕罪。通判大人不嫌老朽是来找麻烦的吗？老先生既是长者，又是朝中的老前辈，唐真请之还有恐不来，又怎敢嫌弃呢？总算是孺子可教啊！哎喂，在通判大人面前，你不要倚老卖老嘛！哎，不得无礼。若是为了一个新上任的通判，老朽也就不会上这儿来了。是，哎，唐夫，你先退下。是。老先生，依昨晚席间所言，您和先父认识啊？你爹当年初入御史台之时，老朽已任右司谏之职多年，同属先皇驾前为官，又同属监谏之职，所以多有来往。原来是徐世伯当面，小侄失礼了。你爹当年虽有清正之誉，想必你也不会辱没先人的清名吧？小侄不敢。我今前来并非叙旧，而是有话要说。好。老先生您好，我叫做展云，是唐大人的朋友。我记得你昨夜席间直批李坤，震惊了全席。你的确颇有胆识啊！老先生夸奖了。老先生今天来必有事，有话请尽管说，不要顾忌我。老先生，你的确不必顾忌，小侄洗耳恭听。什么？徐谦跑到唐真那儿去了？是的，刚才在通判府的衙役来报，不会错的。他上那儿干什么去了？这属下就不知了。哼，这老家伙到处给我惹麻烦，跑到唐真那儿又不知会胡说些什么。主刚，大人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住了他。只要他离开通判府，有任何举动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那程元身为登州知州，竟然明目张胆的贪赃枉法。他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，在登州境内人尽皆知啊！他们如此无法无天，难道全登州上下都没有人管一管吗？有啊，但却无济于事啊！此话怎讲？有些退休的老臣也曾出面斥责过，但却接二连三的意外身亡。竟有这等事！他们上下其手，根本查不出来任何证据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没有人再敢强出头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难道前任通判也都和他们同流合污？前任通判陆辛也可称得上是位清官，李坤有心收买，他却不肯同流合污，再三劝阻不成，于是便透过老朽等人帮他搜集证据，打算修书上告皇上。可惜奏折还未送上，就已染病身亡了。坊间却盛传他是中毒而死了。难道他也是被程元所害？登州境内奈何不了他，难道就不能请朝中大臣代为上告吗？也行不通啊！连老朽也请托过朝中旧史，却总是石沉大海，不了了之。我知道，想必有朝中大臣参与勾结，或者为他撑腰，否则那个程元不会如此胆大妄为的。这么
么说来，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了。不，皇上派我来登州，我既是朝廷命官，这件事我责无旁贷，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哎，你也必须格外谨慎啊！稍不留意，治他不成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。老伯，请放心，我会偷偷的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，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唉，我们千辛万苦拿到的证据，随着陆心之死而消失无踪，有些证人呢，恐怕也不敢当面指证了。哎，程元做下无数的违法勾当，一定有机会找到的。那程元呐，狡猾成性，几乎不留下任何证据，恐怕找到他的证据绝非易事。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，老人家请放心。不错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。好，登州百姓就全指望你们了。徐老伯亲自前来，如果被程元知晓的话，必定会惹来无谓的困扰。下次就不必亲自前来，若有需要派人通知，我自会想法请益。哎呀，老朽已行将就木，就算送掉性命，又有何惧呢？老人家还是小心一点，至少让程元事先没有警惕，也好攻其不备。也好。哎，你们也必须多加小心。老朽告辞了。小侄恭送徐世伯。不要送，老朽最不耐这些俗套，我自己走。这些前辈长者为国奉献一生，年老之后依然念念不忘朝廷百姓，的确让人敬佩。